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财有道频道。人与人之间的能量千差万别，从来都是不一样的。人的斤两、智慧、环境、机遇、执行力、身体状态、心理状态各不平等，人的收入也不平等。能量不强的瓜会长得扭曲变形，能量强的瓜会长得十分饱满，是一个道理。这个世界上有小人，有坏人，我不是批评他，这没什么好批评的，因为每个人的能量等级不一样。有些人的能量等级低，他生来就是做坏人的。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？就是因为天本来就要生坏人，就跟生蘑菇一样，有些蘑菇是垃圾蘑菇，有毒的，害人的。我们人也是这个样子，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坏人，有些人天生就是只索取不回报。他为什么只索取不回报？因为他体寒，他本来就是阴邪之人，这个是他的性。坏人的能量和好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，但坏人是不是就做不了大事？不是的，他也可以做大事，并不是说坏人就不会赚钱。坏人可以赚很多钱，也可以做很大的事情，而且也可以有很多追随者。看看历史就知道了，一正一反，威力都很大，这个叫阴阳之道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这些都是天机，社会宇宙的运行法则。好人是不是就是绝对的好人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？不是的，他也不一定是好人。还有我们认为的好人，他会干很多坏事。比如这个人他什么都对，在人们心目当中他是个好人，价值观也好，对人也好，但他是个干坏事的人，而且非常坏。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这是阳人，但他不是很阳，他有一点阳，他有一点懦弱，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。有些阴性的人他会干好事，有些阳性的人会干坏事。不是说好女人她就能过得好，也不是说坏女人她就过得差。坏女人也可以坑到很多男人的钱，她可以干很多坏事，搞很多破坏，但她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。她也可以正向运用，也可以反向运用，并不是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。即外，阴寒之人能量等级极低。阴寒之人因为能量低，所以只索取不付出。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，而且您需要知道，因为阴人希望别人倒霉，阴人是内心远离太阳的人，是个黑洞。阴人会多病，心理病、身体病，身上有地方疼，都是因为曾经欠下的债。当然，阴人也可以赚到钱，得到好处，但是阴人自己也受害。阳光之人能量好些，高些，阳人是希望别人好。您希望别人赚钱，您就是个阳人，就是内心有太阳的人，喜欢释放，喜欢给予。不过黑洞会吞噬太阳，宇宙中有黑洞这种天体，一切东西靠近都会被吸进去。人类中也有黑洞人格的人，一切东西靠近都会被吸进去。能量强的阳人就不要靠近黑洞，阴人。阳人不要去温暖阴寒之人，因为能量会被吸走，会短命。比如有些女人是温暖的，有些女人是阴寒的、阴冷的。您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您感觉她温暖了您，她就是个好人，就是个有能量的人。您感觉她给您带来了阴寒，她就是个坏人，您就不应该跟她在一起了，因为您的生命会短暂。一个能量高的人和一个能量低的人在一起，他就会短命，而那个阴寒之人会长命。各位男同胞、女同胞们，您把这几句话记住了，您找老公、找老婆就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人了，你也知道您要短命还是要长寿了。人的心理、言语是跟其生理基础相关的，有什么样的身体，就有什么样的精神与心理，就有什么样的能量级别，能量场就讲什么样的话语。身体差的人心理差，事业差，讲出来的话就差。而讲话差、没格局、搞破坏的人，本质是其生理有病，故而心理、精神就有病，讲话就有病。生理有病，心理有病，写出来的文字、讲的课程就有病，体同源而已。这就是身心不二的核心。身体与心理、精神是合二为一的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没办法相互改变，而只能是相互选择的。
您没办法改变谁，除非他能疏通经络，改变身体状态。身体状态改变了，则心理状态改变，讲话模式就改变了。那些意识层面出错的人，大概率都是心理、生理出错了。故而修身最为重要，修身齐家最为重要。人的身体修好了，则精神、言谈、格局自然就出来了。阴寒之人就是身体有毛病的人，他的父母家庭有毛病，父母没有能量，故而子女也没有能量，这子女就是阴寒的人。阳人与其相处就是有损于自己。而老板需要是有格局之人，需要的是有太阳心态、有光芒的人，这跟阴暗小人是两种不同的人。各家庭的病来自于遗传，也来自于家族的思想体系、生活习惯的传承。所以父母有的病，心理、生理、精神健康状态大多会延续到子女身上。各位，不仅仅是基因的传递，也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，是全方位的传承。所以不行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要小心了。他笑起来跟他爸爸差不多，他笑起来跟他妈妈差不多，他的脸庞跟他父母差不多。接下来惊悚的事情来了，他的病，心理、生理、精神的病也跟他父母差不多，这就是全方位的传承。真相让人惊悚，大多数人都不能靠近真相。我们讲，我们观察、研究、推理的逻辑世界，就会有一大帮人感觉到恐怖。对不起，我只靠近真理，研究真相，其他的一切我不喜欢。我必须研究真相，尊重真理，学以润身。老板是需要能量等级高的人，比如我接触的很多老板都喜欢阳气重、身体好的人。阳气重的人更阳光，更愿意付出，更努力，积极向上。这是一种筛选，不是什么人都接触。牛人只接触牛人，只对接天生能量强的人。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您想做个好人，但最终您会发现，有些人的属性就是恶狼、猛虎、毒蛇、黑洞。您拯救不了他们，你也做不了地藏王菩萨。或许宇宙就是同频的人适合在一起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如果您服务错了对象，则您的脸色以及五脏六腑都会不舒服，而且没什么财运，人也会越来越倒霉。所以不要链接低能量的阴人，否则您的能量就会越来越低。要链接高人，比我们更厉害的人，我们的能量就会不断的增强。任何跟我们做业务链接的人，必须是真心实意的人，必须是高尚的人，必须是好人。我们必须过滤掉人心不行的低能量的人，这些人是得天地之偏气所生。当您跟这样的人建立了链接，无论生意、合伙人、客户、朋友、婚恋关系，都只能证明您的愚蠢。愚蠢了就不会开心，就会倒霉。相反，与高能量的人在一起，您就会开心一点。您讲出去的话是召唤谁的？是给高能量的人听的，还是给低能量的人听的？您是不是镇得住这个场子？是不是真的收心了？是不是别人真的服您了？他不服，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？就像谈女朋友一样，您不喜欢我，我不跟您在一起的，您要为难我，我就不跟您玩了。男同胞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您这一辈子都幸福。人的不幸是因为他追求了他不应该追求的，女同胞也是这个样子。您的不幸是因为您追求了不该追求的，收了不该收的人的钱，跟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。本来大家都很幸福的，为什么您不幸福呢？能量等级对应了，您就不会去追求不该追求的东西，也不会感到很累很费力。人其实是不需要出力的，出力的人他就不是高人了。感恩、真诚、诚恳也是需要一定能量等级的。您这个能量等级不够，您这颗心就顺不了，您这颗心就安静不下来。心跟心交，钱跟钱交。您是什么样的人，就结交什么样的人；您是什么角色，您就进什么圈子。看人，先看其能量。每个人的能量是恒定的，一般不会变化。有些人后天会修为一些变化，您我都是天生的，
后天添进去的一些东西它改变不了多少。就像您是一颗子，您长大就是子，只是您长得壮与长得不壮而已，就是天折不天折而已。您的品性并不会变，您是一棵橘子树，您长大就是一颗橘子，您结不结果，开不开花，散不散枝，那是另一回事，那是后天所培养出来的东西。但是您这个性是定了性的，这个是宇宙真相，这是能量真相。3岁看大，7岁看老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现代科学、现代社会培养的这个智慧，它把我们这些真理给覆盖了。爱情就是多巴胺，爱情是多巴胺吗？这个是后天的科学，爱情不是多巴胺，这个才是真相。人有神教的，科学是科学，科学它是一个分支，它并不能诠释宇宙的真相，它只是一个分支，而且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分支，它随时在推翻。它之所以是在推翻，就是因为它的认知不是全面的。那么我们现代科学和现代这些读物给大家讲什么？是把大家统一到一个水平线上来。这种教育本质上是有问题的。人们都喜欢漂亮、帅气的人，这是因为人的天性、本能自然就喜欢能量强的人而已。花要开得老紫嫣红，需要能量，所以美丽、帅气的人本质是能量足的人。也有乱用能量的高能量之人，这些人当能量不乱用的时候，就会重新紫嫣红。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领导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头的。有些人必做跟随者，因为他的能量就是跟随者的能量，而有些人会做领导。能做大领导的人都是能量强之人，小人物能量不够，就做小人物，若是也想做大人物，就会出问题，因为能量供给不上。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想成为马老师，又有几个人成为马老师了？为什么有些人说自己没有机遇？那是没有机遇吗？机遇多得很。只有其人必有其事，有其事必有其人。所以人要找到他的定位，就是您是什么人。这个是天道，不是人道。牛人一般情况下都是大脑袋，大脑袋就是能量足。后天供应不足会导致身材矮小，但是其头脑依然会大。这种人先天足，后来也会发达，至少会长命。这里面有个问题，就是脑袋小，后天供应足，则后天个子高，也可能会长得英俊、潇洒、漂亮。但这种人就是空壳子空皮囊，犹如好看的果皮，里面没有食物。这种人容易骗到很多男女，但是终其一生没有什么成就，属于中看不中用的人。其生出来的子女一般也不行，另一方得补贴子女添水。选男人、选女人、选未来跟随者，都要选精气饱满的人。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是高手，都属于能旺气的人。一般人没这个能力，那就妄行，也就是脑袋大是第一要素。知道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执行的能量。我们知道很多真理，为什么很多人执行不起来？是因为不同的真理需要不同的能量等级，并不是说这个真理您知道了，您就会去执行。比如说，我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，这个也是需要能量的。一个人的能量强，他的阳刚之气强，那么他就能锻炼身体，而且越锻炼越强壮，他越锻炼越感觉爽。另外一个人，他天生肾虚体弱，他早上根本就起不来，他不是这个能量等级的人，您让他去锻炼身体，他使劲跑，跟别人学跑马拉松，其实对他的身体是有害的。跑着跑着，结果他可能就猝死了，就是他做了不对应能量等级的事。所以我们圣人讲的叫做万物各从其欲，这个是圣王之治的最高境界。圣王也会让坏人去干坏事，也会让好人去干好事。知道与做到为什么是两码事？知道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执行的能量，所以这种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他们的阴气重，就会搞破坏。对于一些人来讲，读书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执行不了，用不上，不会用。有一句话叫做百战归来在读书，这种人都是在对应等级能量上的，他有这个潜力。
潜力也就是您终于找到了您和您的天赋对应的事情做，您就有了这个潜力。所以上等人都是顺从文化、执行文化、行动力文化，听了就去干了，他有能量执行，这个就是真相。上等人是顺从、温和、服从。其实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军事单位，我们都是军事单位的一部分，整个地球文明就是军事单位的斗争。如果军事文明不行，就被别人消灭了。从古至今，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不行的文明，不行的军事单位就被消灭了。军队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领导跟下面的将军讲，我让你去打仗，你就去打仗，你不要问为什么要打仗，因为军人就是要服从，你理解的也要去执行，不理解的在战斗中去理解，在执行中去理解。这就是上等人文化，这是最根本的军事单位的文化。你必须要顺从这个事情，在执行中去理解。这个不需要你理解，你理不理解都要执行。能明白顺从文化的，赚钱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您之所以没走到这条道上来，就是您自身能量跟这个不符合，您不走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不能执行，没有能量执行，不能听话照做。大道至简，说的也是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很简单。这个道就是很简单的，很有力量的，是您自己去把它搞复杂了。玄学不是比哲学更厉害，而是有些人听起来觉得玄，但听得懂的人听起来一点都不玄，听不懂就觉得有点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顶级赚钱思想。